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管理营养师菊池真由子所著的《越吃越年轻》的方法。从书名就可以看出，与一般推崇限制卡路里、控制营养和糖分摄入的传统减肥书籍或抗衰老书籍不同，这本书提倡吃得越多就越瘦、越年轻的理念。它介绍了一种梦幻般的方法，让人在享用美食的同时也能保持苗条和年轻。对于那些已经厌倦了严格的健康方法，或者觉得吃得太少的人来说，这是一种简单易行、能够持续的健康饮食方法。尽管相比之前介绍的方法，这种方式可能更为宽松，但是根据作者的经验，吃得有规律的人会更苗条，也会更年轻。今天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让身体和肌肤恢复年轻的食物和饮食方式；第二，消除色斑、皱纹和松弛的饮食方法；第三，让头发重获生机的饮食习惯。健康饮食的功效从未让我们失望，无论从多大年龄开始，都会见到效果。请务必在今天的视频中实现理想的自己。现在让我们立即开始吧。首先，我要从让身体和肌肤恢复年轻的食物和饮食方式开始解释。我将逐一介绍与使身体与肌肤年轻相关的5个要点。首先是第一个要点，每天吃1包纳豆。想要保持年轻，每天食用纳豆至关重要，这样您的外表年龄应该会看起来年轻10岁。纳豆蕴含对抗肌肤老化的强大能量，它富含一种独特的成分多胺，这种成分对于细胞的再生至关重要，并且有益于长寿。而纳豆是植物性食品，所以不需要担心脂肪和胆固醇。每天食用纳豆的适量值是半包到1包，品种不限。关于吃纳豆的时间，晚餐时最佳，因为晚餐后即将入睡，所以吃低卡路里的纳豆再合适不过了。纳豆不仅富含多胺，还富含促进脂肪燃烧的维生素 B2， 因此在晚餐时吃纳豆不仅可以在当天立即分解食物中摄入的脂肪，使减肥更加容易，同时还具有年轻化的效果。此外，纳豆中特有的粘性成分纳豆激酶还可以溶解血栓，预防脑梗塞和心肌梗塞。由于许多重大疾病通常在午夜到清晨发病，所以吃纳豆也有助于预防这些疾病。吃纳豆的持续时间，首先以8周为目标，尝试持续下去，数周内就会看到明显效果。接下来是第2个要点，每天吃1个鸡蛋，这是让实际年龄显得更年轻的秘诀。每天吃1个鸡蛋，就能让肌肤重新焕发年轻。鸡蛋是最有效的迅速恢复衰老肌肤的方法。过了30岁，基础代谢和新陈代谢会降低，由于肌肤中的水分成分减少，肌肤容易干燥，出现皱纹和松弛。想要年轻，必须摄入优质蛋白质、血红素铁、锌和维生素等营养素。鸡蛋富含这些营养素，尽管鸡蛋含有较多的胆固醇，但这种胆固醇本身也在维持肌肤的水分上发挥着重要作用。有研究指出，食物对血液中胆固醇的影响约为总胆固醇的20%，因此也许无需过分担心。然而，每天食用鸡蛋可能会有些过量，所以最好是每周吃6个鸡蛋，休息1天。关于吃鸡蛋的方式，建议选择简单的煎蛋或荷包蛋，以避免摄入过多的除鸡蛋外的其他食材所带来的额外热量。在食用时间方面，建议选择晚餐，因为在睡觉时会合成保湿成分，而鸡蛋的营养成分可以帮助合成保湿成分。接下来是第3个要点，恢复年轻的首选午餐是吃海鲜意大利面。意大利面中含有许多有助于年轻和减肥的营养素。每天我们都需要吃午餐，所以最好选择美味又具有年轻效果的菜肴。许多人可能会认为吃意大利面会导致发胖，这可能是受到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影响。然而总体而言，吃意大利面并不会导致发胖，这是因为意大利面中含有丰富的不溶性食物纤维和可溶性食物纤维，可以促进肠道蠕动，促进排便，使腹部平坦。
此外，这些食物纤维还有助于改善肠道环境，排出多余胆固醇，实现年轻化。尽管如此，可能仍有人会担心意大利面中的糖分含量。然而，对于担心这些问题的人来说，请考虑关注糖分的品质，选择不容易发胖的糖分的食物至关重要。意大利面因其富含纤维且 GI 值低，被认为是不易导致发胖的糖分。糙米和糯麦也都属于这一类。如果因为糖分而全面避开这些食物，可能会导致无法摄取足够的食物纤维。让我们注意食物的选择，努力保持均衡的饮食。关于意大利面，大家可能会纠结于选择什么样的酱料。作者提到，酱料的选择对于达到预期效果非常重要。首推的是海鲜酱料，因为海鲜是低脂肪的蛋白质来源，有助于身体的新陈代谢，能使人看起来更年轻。其次是蘑菇意大利面，也可以选择茄子番茄汁意面。通过配合蔬菜沙拉的套餐，可以补充足够的维生素和矿物质。接下来是第4个要点，如果去居酒屋，请点1份烤鳕鱼。鳕鱼含有益于减肥和抗衰老的维生素。您是否认为去居酒屋会让您发胖？这是一个误解。只要正确选择菜单，即使在居酒屋，您也可以变得更年轻。当然，过度饮酒会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，所以请尽量减少摄入量。但是，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无法完全抵制住诱惑。对于这些人，建议参考以下信息：在居酒屋的菜单中，烤鳕鱼是备受欢迎的一道菜，其中富含丰富的蛋白质，有助于保护肝脏免受酒精伤害，同时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2， 有助于分解脂肪，对减肥也很有帮助。烤鳕鱼还富含维生素 E， 有助于抗衰老。维生素 E 有助于血液的年轻化，预防脑梗塞和动脉硬化，促进血液循环，防止皮肤老化，减少色斑和皱纹的生成。烤鳕鱼通常是一整条上桌，需要一点点的处理才能食用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点，因为食物准备的时间会让您吃得更慢，即使摄入的量比平时少，也会让大脑的饱腹中枢受到刺激，感觉更满足。鱼类还有降低中性脂肪和血压的作用，特别是在40岁以后，增加鱼类的摄入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除了烤鳕鱼，还有煎鱼刺身和刺身拼盘等菜品富含抗衰老的营养素，也是推荐的选择。接下来是第5个要点，最佳抗衰老的甜点是杏仁巧克力。我问问大家，吃甜点时是否感觉到罪恶感呢？估计不论男女，不少人都会有这种感觉。当然，吃得过多是不好的，但适量的话完全没有问题。相反，强忍反而会造成压力，这对身体并不好。然而，放纵不节制地吃喜欢的甜点是不可取的，最好还是控制糖分的摄入和添加剂的使用，为身体健康付出最低限的代价。如果要吃，为什么不选择对抗衰老效果更好的杏仁巧克力呢？杏仁具有立即燃烧和分解摄入的糖分和脂肪的作用，而且富含镁，可以平静情绪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使全身更年轻。所以在甜点中可以考虑添加杏仁。接下来说说巧克力吧。最近流行起了含可可含量超过70%的高可可巧克力，作者也非常喜欢吃这种高可可巧克力。当然，吃的过多是禁忌，但是巧克力甜美的味道本身就能给大脑带来幸福感。没有放松的生活会让人感觉老化加速。巧克力中含有可可碱，可以调节自律神经，让人放松。而且杏仁巧克力一颗的大小也相当可观，所以一口口的吃会让人容易获得满足感，不用吃很多。大脑放松有助于控制不必要的食欲。考虑到这些效果，建议选择被巧克力包裹的整颗杏仁制成的杏仁巧克力。作者推荐日本明治品牌含70%可可成分的杏仁巧克力，相比其他产品，每盒的热量仅约为100千卡，并含有7.9克食物纤维和大约1050毫克可可多酚。建议每次最多食用量约为整盒的1/3。
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消除色斑、皱纹和松弛的饮食方法。首先是消除色斑饮食方法的第一个要点，即每天吃小番茄。色斑的主要原因是紫外线照射导致体内产生活性氧的影响，活性氧会使黑色素固定在皮肤上，形成色斑。为了消除这样的色斑，我们需要提高身体的抗氧化能力，而番茄恰恰是抗氧化能力最强的食材之一。其秘密在于番茄的番茄红素。番茄红素能够与活性氧作战，消除色斑，并且有防止新斑点生成的效果。这是因为番茄红素能够阻止活性氧导致的老化过程。虽然番茄红素非常强大，但番茄却是所有食品中摄入番茄红素最有效率的食材。因此，吃番茄越多，皮肤就会越年轻。选择红透的熟透番茄是关键。比起大型的番茄，吃红色的小番茄可以更有效地摄取番茄红素。每天食用5颗小番茄是推荐的摄入量，而最佳的食用时间是晚餐，因为晚餐后可以清除一天累积的紫外线伤害。另外，加工番茄罐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因为经过加工的罐装番茄中番茄红素含量丰富。番茄红素具有耐热性，即使加工成罐装番茄也不会破坏番茄红素。然而，并不是所有含有番茄的食品都适用，例如番茄汁、番茄酱等番茄制品中的番茄红素含量较少，因此在这里并不适用。接下来是第二个要点，也是推荐的祛斑菜单之一，即蛤蜊番茄汤。这是最佳的祛斑汤。如前所述，色斑和黑痣的形成是由活性氧引起的，因此为了去除色斑，我们需要增强对抗活性氧的抗氧化能力。而最能增强抗氧化能力的食物之一就是富含蛤蜊的番茄汤。我要再次强调，番茄中丰富的番茄红素是最强的抗氧化成分之一，能够对抗活性氧，打败紫外线造成的斑点，是所有成分中的佼佼者。而蛤蜊富含能够产生抗氧化酶的铁元素，这些酶能够有效地清除活性氧。关键是选择带壳的蛤蜊，因为带壳的蛤蜊含有更多的铁元素，可以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。番茄红素可以溶于油中，因此可以选择橄榄油等油类搭配食用，以提高吸收率。将蛤蜊煮熟后食用更加容易。接下来是第三个要点，一款适合想要去除皱纹的人群的饮品，即红酒。喝酒会导致皱纹产生，这句话并不是空话，这是因为酒精的利尿作用会导致体内水分不足，肌肤的水分会不断减少，容易出现皱纹。在酒类中，唯有红酒不会产生皱纹，甚至具有抗衰老的效果。肌肤中含有3种保湿成分，它们支撑着肌肤的湿润和弹性。然而，当人们过了40岁后，这些成分开始减少，皱纹也更容易出现。据说，红酒具有防止这些保湿成分流失的功效，因为红酒中富含一种叫做白藜芦醇的抗氧化物质。白藜芦醇能够防止3种保湿成分同时减少，并对抗活性氧引起的老化也有一定效果。因此，享受美酒并不是坏事。当然，喝酒过量是不可取的，但对于皮肤的年轻化来说，适度的享受一杯美酒来释放压力是很重要的。压力也会像紫外线一样促进皮肤老化，因为它会产生活性氧。对于爱好美酒的人来说，适量的饮酒也是可以的。既然要喝，不如选择对皮肤有益的红酒。作者建议的饮酒量是每天红酒杯1杯。如果一天喝了3杯，那么接下来的2天可以不喝，调整一下即可。在各种健康书籍中，关于酒精的缺点被介绍了很多，但我认为总有些人无法完全戒酒。对于这样的人，不妨尝试选择红酒。红酒是备受赞誉的健康饮品之一，在各种研究和健康书籍中都有着良好的健康效果。当然，喝酒过量是不可取的，但通过红酒获得远远超过酒精的健康益处，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接下来，我来介绍第4个要点，即去除肌肤松弛的料理。如果想要去除脸部的松弛，
青椒炒牛肉是最理想的选择，它可以提升下颌线条，使脸部轮廓更加紧致，是一道梦幻般的料理。对于平时不怎么吃蔬菜的人来说，这道青椒炒牛肉更是一道可以成为抗衰老料理的美食。超过40岁后，面部的保湿成分急剧减少，皮肤的紧致度也开始减弱。只要补充足够的保湿成分，就可以改善皮肤的松弛问题。为了增加保湿成分，动物性蛋白质是必不可少的，同时补充血红蛋白和锌也同样重要。而所有这些营养素都可以在牛肉中找到，选择红色的牛腰肉是关键，这样可以摄入足够的铁，而不会摄入多余的脂肪。事实上，除了牛肉之外，富含锌的食物相对较少，所以光是能摄入足够的锌，就值得吃牛肉了。另外，青椒中富含贝塔胡萝卜素，这也是制造保湿成分所必需的营养素之一。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在体内积累，因此青椒是一种你会想要多吃的食物。贝塔胡萝卜素与油一起食用时，吸收效果更好，所以建议用油炒一下。在配料上，青椒的用量应是牛肉的2倍。如果是2人份的话，牛肉约80克，青椒的话大约7到8个为宜。建议尝试一下青椒炒牛肉，看看效果如何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让头发重获生机的饮食习惯。头发的数量和光泽等因素对外观年轻有很大影响，因此我想分享5种可以改善头发的食物和饮食习惯。首先，第一种是小白菜炒扇贝，这是一道促进头发生长的菜品。这道菜可以防止中老年脱发，增加头发的丰盈度，而且低脂肪，对减肥也有帮助，是一道极为出色的料理。它含有丰富的动物性蛋白质和促进头发生长的锌、铁。另外，小白菜富含维生素 A， 有助于促进头发的生长。通过用芝麻油炒制，可以摄取丰富的维生素 E， 并为毛囊提供营养。如果是2人份的话，扇贝2到4个，小白菜1把左右，用芝麻油炒制并用盐调味即可。通过这样简单的料理获得促进头发生长的效果，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。接下来是第2种，牡蛎让头发更柔顺。牡蛎富含锌，可以促进毛囊细胞分裂，培养新的头发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头发的新陈代谢速度会减缓，因此需要摄入足够的锌来加快新陈代谢。旧的头发会脱落，新的头发会长出。之前提到过，牛肉富含锌，但是富含锌的食物并不多，而牡蛎是富含锌的代表食物之一，没有比牡蛎更适合高效摄取锌的食物了，所以一定要积极的食用。接下来是第3种，不使用染发剂让头发变黑的料理，可以尝试鸡肉腰果炒菜。这道菜可以有效解决白发困扰，适合追求年轻的人。40岁后，由于新陈代谢减缓等原因，头发的黑色素会减少，导致头发变白。对于皮肤来说，黑色素是敌人，但对于头发来说，它是宝贵的色素。鸡肉腰果炒菜是一道制作简单的料理，只需将鸡肉和腰果炒熟即可。腰果含有4种对抗白发的营养素，这4种营养素与鸡肉的动物性蛋白质搭配食用，有助于促使头发黑色素生长，让头发保持黑色和健康。请务必积极摄入，享受年轻和黑发的魅力。接下来是第4种，如果头发干燥、缺乏光泽，可以尝试纳豆拌秋葵。这种搭配非常有效，能够让头发变得光滑、富有光泽。头发干燥容易显老，发型也不容易打理，头发的年轻化也就等同于面部的年轻化。秋葵中的粘液成分有助于增强蛋白质的吸收。由于头发是由蛋白质硬化构成的，提高头发材料的吸收效果至关重要。纳豆和秋葵的组合特别有效，因为纳豆富含头发的主要成分蛋白质，以及有助于促进代谢的维生素 B2。维生素 B2 有助于促进皮脂的代谢，使头发更有光泽，头皮保持清洁。此外，
纳豆和秋葵都含有对头发营养至关重要的生物素，为头发带来滋润和弹性。而秋葵则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， 有助于抵抗压力和延缓老化。血液循环不良会导致头发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，从而加速头发老化的过程。纳豆和秋葵都富含粘液成分，可以向细胞内输送水分，为头发提供滋润。因此，为了使头发保持滋润，秋葵和纳豆的搭配是最佳选择。接下来是第5种，抑制头发干燥、保持湿润的蔬菜是菠菜。如果想修复受损的头发，吃菠菜是最佳的选择。菠菜中含有神经所需的丰富维生素。头发干燥的原因可能是多年来的梳理和吹风机的热气造成的损伤，以及烫发或染发造成的损伤，还有年龄带来的老化。这些因素会导致头发表面的角质层破损，进而导致头发干燥。特别是年龄的增长会减弱头发的角质层生成能力。因此，为了使头发保持湿润、恢复光泽，需要强大的帮手。而菠菜正是这样的理想食材。菠菜富含年轻肌肤所需的维生素和维生素 E。对于不太了解如何食用菠菜的人，我来简单解释一下。食用方法是将2人份的菠菜切成4等份，然后煮熟即可，非常容易做到。将其做成凉拌菜后，会增加粘液成分，更易食用。我建议试试这种做法，用酱油调味，味道非常美味。今天介绍的这些菜谱都很容易入手，所以为了保持年轻，让我们尝试一下吧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